大家好，我是夏妈。好多人都去不了淄博吃烧烤，要我在家里面复刻一下这个炒锅饼。那么今天我连锅饼都做出来了，这个味道真的是又鲜又辣又麻又香。咱们得先做一个锅饼，我准备了600克的普通面粉，加入2-3克盐增加筋性。水温的话呢，就是从水龙头里面接的常温水300毫升，再加入5克酵母，把它搅匀。等到酵母融化了以后，就可以倒入面粉里面啦。它是一个发面饼，那么首先就得去发面。那么和面的时候，有很多朋友说想要问一下，为什么我和的面是可以散光的？那其实你在搅拌的过程中，可以用这个湿的面絮状去刮一下这个盆子的边缘，你可以看到刮干净以后，你再去揉的面，它是很光滑的，你很容易，大概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做到手光、盆光、面光了。接下来就是给它发酵了。那每个地方的温度都不一样，我们这边30多度，有的人还在穿棉袄，那么可能你就需要根据当地的温度而定啦。你只要看到这里面它是蓬起来了，拉开有棉絮状，这样的话呢，面已经发好了。面发好了和我们平常做包子馒头不一样，我们需要就是再准备一点干的面粉，分次加进去，就是你每揉一次把干面粉揉进去以后再加下一次，这个过程叫做炝面，就是炝一点干面粉进去，让这个面团又劲道又香。和平常包子馒头的蓬松口感相比，它这种就是瓷实的，就是比较扎实的口感。你全部揉好后，我大概是揉了80克的干面粉进去，揉好后你给它擀成一个这种大饼状，稍微的压一下，然后呢你再准备牙签或者是竹签扎孔排气。我这边温度是真的高，30多度，你不需要2次发酵，它有一点气孔呢，你就可以直接放到干锅上面去烙了。你如果天气冷，你就稍微等上10几分钟再烙，用平底锅或者是电饼铛都可以，用小火慢烙。反正就是如果觉得太大，你可以分2个面团，就是做成2个面饼，只要把里面烙熟就可以了。边缘的话呢，我是这样子竖起来的，烙了大概有20多分钟。这个面饼是比较大一点的，按压有弹性，就代表里面已经熟透了，我的锅饼就做好了。做好的锅饼其实稍微等它冷却后，或者是放上1-2天再去切，它是比较容易的。我们这种刚刚做出来的话呢，是比较有弹性的，但是还好哦，里面没有发酵的太大，就是这种锅饼的状态挺好的，我觉得是挺成功的。如果是有淄博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哦。然后你给它切成这种块状，放到油锅里面7成热的油温，慢慢的炸，把水分炸干，就是你整个过程中是可以看到变化的，从白色到这种金黄色，就可以捞出来控油啦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的锅饼就炸好了。刚炸好真的很香，而且它口感很酥脆，你听一下是不是切得越薄越好吃。接下来锅底留油，加入干辣椒，然后花椒、青椒，然后我还放了一小片的这种香叶，用小火把它煸香，煸出红油了以后就可以先关火。淋3圈这种薄盐生抽，再挤上2到3勺的蚝油，这个是咸鲜的口感，再来2勺的白糖，加入一点清水，开中大火把水分熬干，慢慢的你就可以看到锅里冒这种泡泡啦，然后提起来是有一点拉丝粘稠的，这个时候就把火关了，放进我们炸好的锅饼，快速的搅拌均匀，出锅之前加上一点熟芝麻提香，这样我们的炒锅饼就做好啦。我不用去到淄博就可以吃到的炒锅饼，也不要排队3个小时，你可以在家里面复刻试一下，口感真的就是鲜、麻、辣、香、脆、甜，口感很丰富，反正就是感觉还挺好的。如果你也想吃，可以把这个视频点赞收藏起来，在家里面去试一下。我是夏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